2026年5月劇集盤點，5月劇集大戰正式落下帷幕。這個月可以說相當熱鬧，懸疑、武俠、現實題材、年代劇輪番上陣，幾大平台紛紛掏出了自己的壓箱底項目。有人憑借口碑完成逆襲，有人頂着豪華陣容卻高開低走，還有人招商贏媽了，收視卻沒跟上。那麼如果綜合台網成績、口碑評價、市場熱度和行業影響力來看，5月劇集到底該怎麼排？ Top 7，愛情沒有神話。愛情沒有神話是4月28日空降央視8套的都市情感劇，改編自一書小說《獨身女人》，以網文行業為背景，通過多組人物關係剖析成年人愛情與職場的現實困境，引發觀眾對獨立與親密的深度思考。央8播出，唐嫣、趙又廷主演，但結果卻與她的對標電視劇《玫瑰的故事》大相徑庭，直接撲進土裡。騰訊站峰值僅 2.3 萬，央8黃金檔收視更是被拉到了 1.021%， 目前位列2026年倒數第一。豆瓣評分 6.8 分，不高不低，卻也沒能挽回局面。最尷尬的是，一部劇播完，主創和主演幾乎沒有一個人真正受益，堪稱黑紅劇滅。Top 6，黑夜告白。黑夜告白是4月26日在優酷白夜劇場開播的刑侦懸疑劇，通過橫跨18年的電梯失蹤案，串聯3重時空，融合中式懸疑與人性救贖。潘粵明搭檔王鶴棣，這個陣容放出來的時候，不少觀眾都以為至少是一部爆款預備役，結果現實卻很殘酷。站內熱度最高只有9035，連優酷家的9100門檻都沒摸到。口碑方面，豆瓣最終開在 7.0 分，分數不算低，但對於這樣的配置來說，絕對屬於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大。Top 5，良辰美景。該劇改編自同名小說，2026年5月3日在芒果 TV 播出，講述世家嫡女顧景昭重生後擺脫戀愛腦，憑借智慧在宅鬥與朝堂權謀中掌握命運，並與內閣權臣陳彥允先婚後愛的故事。良辰美景其實擁有不錯的原著基礎，原著粉不少，兩位主演在開播之前也一直被認為 CP 感十足，結果劇播出來之後，情況卻不太理想，實時市占率長期停留在 6% 至 12% 區間，整體走勢非常平。豆瓣最終開出了 5.8 分，已經說明了一切。Top 4，家業。作為國內首部徽墨文化劇，楊紫的家業以明朝共墨案為背景，講述被除族的李家妖女李珍打破傳男不傳女祖訓，重振家業的故事。家業的情況比較特殊，它既不像良辰美景那樣全面失利，也不像主角那樣一路高歌猛進，站內熱度一路緩慢上漲，峰值停在9200左右。雖然看起來還在漲，但橫盤跡象已經非常明顯，破萬基本無望。電視端 CVB 表現同樣不理想，在年度榜單裡已經處於靠後位置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它的招商成績卻相當優秀，13個品牌，48個廣告投放，商業價值非常穩。所以家業給人的感覺就是熱度有，討論有，商業也穩，但真正的爆感始終差了一口氣。Top 3，雨霖鈴。5月13日央8播出，這部武俠劇圍繞展昭追查襄陽王謀反陰謀展開，其高燃打戲與悲情結局引發全網熱議。如果單純看數據，雨霖鈴不算差，站內峰值來到9625，放在普通項目裡甚至還能算得上不錯。但問題就在於，它是正午陽光，是楊洋，是近年來少有的落地武俠劇，這個陣容的期待值實在太高了，於是所有數據都會被放大審視。說到底，雨霖鈴輸的不是成績，而是傳統武俠的落寞。最終豆瓣開分 6.9。講真，對於這樣的陣容，這樣的畫面，這樣的打戲，這個評分是不是有點低了？ Top 2，低智商犯罪。低智商犯罪作為2026年5月现象級黑馬劇集，憑借反套路的荒誕敘事和全員降智的喜劇設定，在懸疑劇賽道中殺出重圍，這絕對是5月最大的驚喜之一。一部 A 級項目，開播前並沒有多少人看好，甚至上新央8時也沒有太多人覺得它能掀起什麼水花。結果呢，站內成功破萬，成為平台今年第3部破萬劇。豆瓣更是直接開到 8.1 分，口碑一路起飛。它完美演绎了什麼叫
昨日愛答不理，今天高攀不起。低智商犯罪的成功也再次證明了2件事：第一，好原著加好編劇永遠是爆款基礎；第二，高質量內容依然擁有逆襲市場的能力，可以說是5月最大黑馬。Top 1主角，該劇改編自陳彥獲茅盾文學獎的同名小說，劇情以劉浩存飾演的秦腔名伶易秦娥跨越半世紀的藝術生涯為主線，講述他從放羊娃成長為舞台主角的故事。毫無懸念，主角5月真正意義上的最大贏家，站內熱度突破3萬，成為平台2026年第3部破3萬大劇。電視端表現更是強勢，在央一收視榜一路高歌猛進，目前已經進入年度爭冠區間。台網雙爆，口碑穩定，討論度持續發酵。如果說低智商犯罪是黑馬逆襲，那麼主角就是典型的劇王相。唯一有點可惜的是，播出期間撞上了腾讯和抖音的流量大戰，影響了一部分傳播效率，否則它的数據和討論度很可能還會更高。看完整個5月榜單，你會發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：豪華陣容未必能贏，頂流加持也未必能爆，真正決定一部劇命運的依然是內容本身。那麼屏幕前的你看過哪一波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